当然，以前对于单颗缺牙的部分，自体牙医治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可是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啊，我们有发现植牙本身也有一定的缺点。它术后有些时候。嗨，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哈。我们现在已经到名古屋了。那后面这座就是名古屋城啊，它是一个老城后来因为战后被摧毁，后来再重建。我们刚刚中午的时候，大概1、2点，我们已经逛过一次了。所以旁边樱花也还是开着，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些景点有看到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自体牙医治。自体牙医治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有多余的牙齿，例如智齿，例如多生齿，我们把它移到坏掉的牙齿，例如牙周病，例如咬裂。当然前提你要有自己的牙齿，才可以这样子。所以在还没有植牙的时候1950年代以前，如果你有缺牙，你可以做的就是自体牙医治，把它移过来。对，可是后来因为有植牙之后，觉得植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替代牙齿的方式。以前一开始植牙在发展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全口无牙在做设计的，不是为了单一颗牙齿在做设计的。后来经过这几十年的改变，才变成单颗，你可以使用植牙。当然以前对于单颗缺牙的部分，自体牙医治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可是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变化我们有发现植牙本身也有一定的缺点。它术后有些时候容易肿、容易痛，而且它自己的牙齿所以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感染发炎的状况。在自己的牙齿上面，如果你是自己的牙齿，反而比较少这种问题，感染发炎的问题清洁的问题也都比较好一点。所以经过这几十年来植牙的缺产之后，我们牙医师开始慢慢的反思，是不是这样的术式，以前早期用的术式是不是天然的自己的智齿来移到缺牙的地方是比较好的方式。当然对我来说，当然这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如果你有智齿，你前面的牙齿又有裂掉或蛀掉太大，你就算即使做假牙，那种牙齿也撑不了太久。当然移自己的智齿，当然对我来说是第一优先，因为智齿真的是太后面的牙齿如果你不用的话很容易就发生蛀牙或牙周病，因为它太后面了会影响清洁，迟早都会被牙医师列为拔掉。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自体牙医治是一个好东西一个好术式。可是自体牙医治牵涉的范围比较大，例如什么？例如它是多科的整合，它口腔外科结合根管治疗，结合牙周手术，结合复形，树脂复形甚至假牙验复甚至有时候还要合并矫正，所以它是一个多科的整合。所以这个术式的难度就是难在这里不是一个单一科可以解决，所以一定要有跨科的能力。所谓跨科的能力，或者是跨科整合的能力，才可以让这个术式发挥到最大，对病人来说也是最好。当然，对于我们这种不是专科，我们是家庭牙医专科啦家庭牙医就是什么都看，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得还可以啦没有说做得好做得还可以，有60分以上我们不敢说有8060分以上。
每一个部分都还掌握的不错，所以在这样子的术式的影响之下，我们也做了好几个成功的 case， 当然我们也有失败的，所以我今天才会来这里学习，跟那个岳星光博老师先生来学习这个术式。这个术式亚洲区，我不知道欧洲啦欧洲、美洲、欧洲、美国是谁在教？可是亚洲区，当然这个岳星光博老师先生，这个部分已经，他早期也是去欧洲学的，这一派的观点都是从欧洲过来的。欧洲是牙科的起源从文艺复兴时代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老师学完之后，在日本名古屋这里也开了很多课。也陆陆续续了，台湾有一些医生也跟他学所以今年度我们台湾的牙医师大概有7个，明后天的课程大概有7个，很多都是专科医师，光牙髓病科的专科医师就有3个，还有一些牙周病科，还有台大的医师，还有其他的医师所以这是一个跨专业、跨科整合的一个学科自体牙医治。所以可是它的成功率对我来说算是非常高，这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方式，对于有缺牙的患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植牙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当然如果你有缺牙我是觉得首先如果你有智齿的话有没有考虑移过来，或者是矫正把它移过来也可以不一定要手术，不一定要拔下来，拔下来有拔下来的问题存在，拔下来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它要抽神经，当然这种抽神经不会痛啦，因为它拔掉的时候神经已经怎样，已经跟身体分开了，所以它血液供应已经分开了，所以它里面的神经会死掉，所以以这种自体牙医治的抽神经都不会痛，也都不用上麻药，因为它的神经已经跟人体分开了所以它神经已经不再有感觉，这个牙齿的神经，只是我们要把里面清干净，避免它发炎这样子所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老师这部分的 case 已经追踪了30-40年以上如果一个牙科的一个术式可以追踪到30-40年，而且还是一个有效成功的方式，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好 case。那我本身自己的 case 也大概追踪了8年不像老师可以追踪到这么久那我们还是有在持续追踪这样子，所以我这次来也是跟老师学习怎么做更好的方式，让这些术式带回来台湾，造福更多的患者这样子，让有需要的患者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没有说哪个术式是好，哪个术式是坏即使做植牙也好，即使做自体牙医治也好，都是一个选择在没有自体牙医治的情况之下植牙就是比较好的选择，至少你不要修什么自己的牙齿不要再做牙桥了，一做牙桥前后10年、20年之后有可能会再蛀掉发炎了。这之后我们也会有影片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单颗缺牙就单颗处理，这个是我们比较好的观念不要再磨额外多余的牙齿宁可做活动假牙费用不足，宁可做活动假牙，先撑着等以后有钱了再来做植牙，我是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啦不要再磨了，你做得很快，前后随便磨一磨，可是10年、20年以后，你本来缺1颗，后来就缺3颗，这个是很可怕的每一个都变长根，我们看过很多这种 case。所以我们比较不推，能够自己的牙齿好好的在那边，就好好清干净，好好照顾好就好了。前后能够不要动，就尽量不要动，这样子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好，那我们明后天的课程我会认真，好好学习，把这个老师的建议术式再带回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谢谢，拜拜。